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也是玩完了云南，今天呢，我们就来玩一下南京。可以发现啊，游戏的背景封面都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玩的南京呢，是一个子模组，名字叫做道阻且长。这个模组之前就有人告诉我了，但是当时我一直没有做啊，因为当时还没有做云南。如果我们先玩云南再玩这个，就觉得比较合适啊。如果我们先玩这个之后再回去玩云南呢，就会觉得原版的天欧模组的云南真的是觉得内容很简陋啊。所以说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赏性呢，也是特意等到云南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玩这个啊。那么现在随着云南篇结束了呢，我们就可以来正式玩这个模组了。那些在武昌举起反清大旗的守义之士，已经和他们建立的民国一同被日寇埋葬在了重庆。新生的民国政府声称自己是中国国民党的正统继承人，但全中国都知道他们不过是个笑话。毫无疑问，1962年的中华民国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向日本提供资源和粮食。但是在大多数人放弃希望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火种。在他们眼中，中国仍然是一头沉睡的雄狮。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来自日本的投资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如果高宗武的5个现代化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的话，中国或许就能挣脱锁链。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1962年1月1日的中华民国。游戏开始之前，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民族精神。第一个是日本的粮仓。中国资源丰富，这意味着如果日本需要自然资源，第一个就会找上我们。我们生产的粮食1/3都被送给了日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喂饱我们自己的人民。第二个是武士的奴隶。尽管东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泛亚联合，但我们仍然是日本的傀儡国，因此大部分本来应该拿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资金都被东京使用。中国实现现代化遥遥无期，我们的货币与日元挂钩，就连银行也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作为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我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摆脱日本的掌握，但这是否真正能实现呢？第三个是孱弱的军队。曾经令人畏惧的中国军队已经被缩减成为一支适合执行驻防和震爆任务的卫戍部队。尽管在日本的帮助下，这支军队有着充足的补给、装备以及良好的训练，但我们的宗主国禁止我们有任何扩军行为。下一个是虎落平阳。很久以前，中国作为整个亚洲的中心，享受着万民敬仰、万国来朝的中央之国。那些黄金年代早已过去，近2个世纪以来，中国无数次遭受战败的屈辱。我们辽阔的疆域被旭日撕碎，而我们的人民则被镣铐加身。那个曾经自由而强盛的中国就要消散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除非局势得以逆转。还有我们的教育情况。我们的教育机构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主要归咎于教育资金严重不足，很多能人志士因此被埋没于田野间。此外，我们的课程与时代严重脱节，甚至不同课程之间自相矛盾，师资力量培训也不足，最后结果就是孩子们得不到教育，劳动力得不到教育，政府一无是处。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下一个是我国的科研能力。科技现代化是高总统5个现代化中的一步，相较其他4个现代化项目，科技现代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我国的科技越先进，在工业、社会及政治等方面的进展也就越高，最终使我国重新站上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实力的核心推动力。最后一个是立法院的影响。立法院由孙中山先生多年前创设的机构，当处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团体与派别争吵不休。如果我们能拉拢他们，就会带来加成，而对抗他们则会带来减成。就目前而言，暂时还算是有利的。国策方面，暂时总共只有这么多，后续会随着我们游戏的不断进行而解锁新的国策的。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进行教育改革。教育作为第一个现代化目标，是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我们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而我们需要他们掌握阅读和书写，以期在未来挑战日本。为了军事现代化的成功，绝不能让他们起任何疑心。他们的警惕程度如果过高，会对我方产生不利影响，并最终可能导致本届政府垮台。就目前而言，暂时还算没什么事，但我们必须保持关注。重庆的沦陷标志着中华民国的灭亡。之后，在日本人的掣肘之下，中国军队受到了种种大规模限制。尽管他们暂未解除，但日本人似乎正在慢慢撤出中国的驻军，留下了四处的叛乱和抵抗运动，
任我们装备匮乏的军队前去应付。时过境迁，伟大的中华民国早已不复存在。但如今中国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屈辱的限制了。总统阁下认为是时候打造一支对外宣称的特警部队了。在他的努力下，这支特警部队将不断壮大，且直接听命于总统本人。如此一来，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将带领中华民族的儿女赢得解放。中国不会亡。那么我们现在便可以逐步投入资源，招募特别警察部队了。当然了，这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震爆，以更好的保护大东亚共荣圈的安全啊。政府正在计划实施扫盲，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如何读写。希望这些措施能加快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日语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通用语言。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并打败日本，首先必须了解日本，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一些官员设计了语言改革计划，他们提议应该简化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使多数人更容易理解、掌握读写能力。如果我们的教育计划只针对城市的人们，那要这计划又有何用呢？一个现代国家不会把农村抛在脑后，让我们向农村伸出援手，开始把教育之光洒遍全国各个角落。几十年的战争和动荡，我们对公立学校体系亏欠了太多。为了继续改善国家，我们必须聚集起尽可能多的资源，将公立学校重建，达到差强人意的标准。这样一来，才有足够的智力水平得以继续现代化。我们不能再将教育局限于农村和城市的上层阶级之中。理想主义者会断言，我国是个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我们必须让他们也有充分的机会得到教育。这不仅给予了平民实现经济公平的机会，也是为了让民众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我国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粮仓，绝大多数民众成了日本监督下的劳工。要安排好我们的人民，必须建立在夜晚上课的夜校，这样既不影响国家生产效率，也不会损害我们的名声，还能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教育。有想法是好的，但光凭想法，我们可没办法培养出受教育的人口。为了更好地进行我们的教育计划，必须增加开支，以提供更好的教科书、更好的设施等等。许多青年才俊只因家庭困难，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无法成为可用之才。我们将对贫困生设立奖学金计划，这些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提高自我，同时这也能增强他们的忠诚。我们不仅要提供公立大学教育，还要拥有私立的大学。世界上大多数高等学府都是在求知欲下建立的私立大学。如果我们鼓励这种竞争和求知欲，其回报将给我们带来十足优势。先辈们错了，他们没有放弃那古老的骄傲，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方法已经落后于西方。但日本人的观念早已改变，所以现在他们统治着我们，我们必须和日本学者们合作，来更好地了解他们是如何这么快赶超我们的。也许还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一些教训。缺少教师就没办法教育我们的人民，而目前我们的师资严重不足。尽管这有点伤自尊心，但我们必须再次向日本国发出请求，向他们借用一些老师来帮助教育我们不断激增的人口。中国师资不足，但课程不能落下，我们必须把各种教育课程纳入监视，防止青年接受更多日本人的特定偏见或影响。尽管日本现在是我们的宗主国，但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建立起国家主权，恢复东方世界中心的合法地位。如果想实现这一构想，就必须暂时和日本学者合作，而为了让他们来指导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作为交换，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日本和中国的教师已经为一个更远大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即鼓励人民接受教育，以改善我们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处境。我们将和他们齐心协力，共建中日繁荣稳定。不能再盲目依靠外国学者，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学者，就应该鼓励我们的学者站出来，在即将到来的改革中优雅体面地指引中国。纵观历史，中国曾经是知识界的主宰，而今欧洲人已经开设了以古代伟大哲学家创新为主题的课程，我们为何不也这么做呢？想要系统全面地学习如此广泛领域的知识，显然不可能。我们必须鼓励那些真正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成绩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即使那些成绩超过了学科目前的标准。现代世界带来了创新和变化，而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完全无法适应这种需求。我们将开启一场大规模课程改革，既是为了适应变化，也展现出中国努力维护大东亚共荣圈利益，为实现现代化付出巨大努力。
世界急速前进，我们措手不及。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路上，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一大障碍。我们其实不仅可以达到国际生产标准，甚至有朝一日可以为其他国家制定新的生产底线。但如此美好的愿景，只有在下一代工人接受了教育，懂得如何使用最尖端的技术进行创造后才能实现。我们将从青年抓起，立即给他们开设机械加工课程。我们将在课程中增加一个部分，研究世界各地文化、价值观、家庭结构、当地国家取得的进步。在老师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将促进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课程来改善国家的探讨与决定。我们课程改革的下一步落在了数学课程上。数学这门学科能促进更专业的教育领域发展。我们将改革数学课程，以培养更有学识的管理者、官员、工程师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元化的艺术传统，在中国古代都可以找到他们各自的美。我们必须教授中国的艺术和悠久传统，以激发学生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当今时代发扬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我们国家有直接文字记载的历史延续了3000年，而在其中27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中国的历史感到骄傲自豪呢？开始向青年灌输民族自豪和激情，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梦想。这样一来，也许他们会更顺应我们为中华民族谋福祉的改革。为了全中国的利益，继续发展创新化学、生物和物理这3门学科事关重大。我们将开始把科学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以期触及研究前沿。我们会对课程进行改革，开始尽全力向人们教授历史。我们不仅会讲述东方世界的变化，还要介绍欧洲和美国的相关历史，这样我们的人民才有机会去分析将会面临的局势，并提出细致的应对措施。我们已经改革了教学制度，让学生同时学习艺术和历史。接下来，我们将创建一门课程来研究这两者的交集，同时也涵盖丰富的时代精神和东西方世界的精神。我们不断推行科学课程改革，竟然获得了一个受过教育且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为鼓励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我们将给出新的拨款、资助、奖学金。没有科学，就没有现代的中国。中国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我们的严谨在工农圈内赢得了声誉。我们现在不再需要日本人来教育我们的人民，能够完全自给自足。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推行了我们所有能进行的教育改革了，还有一些政策我们目前还无法推行，所以现在我们就把精力转到工业上来。工业作为第3个现代化，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我们能种植水稻，却不能制造步枪，只能开采些许银矿的话，我们又怎能期望重申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呢？我们不能仅依靠大自然给我们的资源。幸运的是，人类文明已经足够先进到能够合成资源，比如石油和橡胶。我们只需要为这些工厂分配一些资金，就会离现代化更近一步。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发现了石油，地底下一定还有更多。随着石油的发现，我们又向自给自足和拥有摆脱日本控制的能力迈进了一步。看来日本并不想让我们和平地享有石油和橡胶，但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可以对这些出口产品提供一些优惠价，再提供一些额外的好处。这样的话，我们将在大东亚工农圈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削弱日本的控制。我们的工业化不应该局限于军事发展，它也必须服务于我们的普通民众。我们所积累的知识、经验和资源应该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日本对我们的强军计划作何感想，我们都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我们可以用这些工业将同样武装日本军队的承诺来说服东京，但只有我们知道此举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军火工业不再是曾经的破铜烂铁，现在大东亚工农圈充斥着中国制造的军火，无论是步枪、军靴或者头盔。我们的工厂发展蒸蒸日上，唯一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过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数目，这不成问题。我们的军备计划如此成功，远超我们的愿景。我们必须继续开拓市场，为了我们和整个大东亚工农圈的利益。现代化工业需要现代生产技术和工具，旧的工具也许曾经帮了我们很多，但有时你必须学会放手，去拥抱更广阔的天空。作为大东亚工农圈的兵工厂，我们的声誉越来越好，但这可不是简单的工作，劳动力需求与日俱增。也许我们应该鼓励志愿者站出来，人手永远不嫌多。不管我们招募多少工人，我们的工厂老是嚷嚷着要更多，我们会满足他们。我们庞大的妇女人口
也许还有一些孩子可以履行此爱国义务。再苦一苦百姓，骂名高总统来单，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到我们不断发展的工业计划中来，经济指标在不断增长，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迹象。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我们的工业化计划。如果我们的采矿工具和清朝时的一样，又怎么能追赶列强呢？必须继续努力，获得又新又现代化的采矿设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开发完了目前我们能开发的所有资源。既然资源已经都开发完了，现在我们就要好好利用它们。如果说我们追赶世界的努力给了我们周围的人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人民都有抱负，能吃苦。或树立这样的声誉，我们一定会吸引更多投资和业务，这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价值，并富强我们的祖国。我们不仅要成为东亚的粮仓，而且要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工业中心。让日本多关心自己吧，因为我们成为世界生产中心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依赖我们的粮仓，如今局势逆转，我们正在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工业和农业中心。不管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大东亚共荣圈依赖我们运作，为祖国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值得。中国现在不仅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工厂，而且还接过了世界工厂的重任。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已经取代了原来的那些外国货，中国制造的标签令其他任何品牌都黯然失色。只要有需求，只要有利可图，世界工厂的生产线就会运转。那么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进行了教育和工业改革，但谁能想到我们的教育改革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业改革已经快要完成了。但我们还不能骄傲自满，因为还有非常多的改革等待着我们去进行。感觉今天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呢，我们今天这集也就先到这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至于我们的改革能否带领国家走出深渊呢，我们就下一集再说。这一集就到这里，大家再见。